如果你以为吃人的怪物只存在于电影里，那可要小心了。据《洛杉矶时报》报道，最近加州公共卫生部门紧急发布警告，说一种叫新世界螺旋蝇的寄生苍蝇可能入侵。它的幼虫可不是啃水果，而是直接钻进活生生的动物和人身体里，咬着肉往里拱。这种螺旋蝇原本被美国在1966年彻底消灭过，靠的是绝育战术。科学家用辐射让雄性苍蝇失去生育能力，雌蝇再跟它们交配就不会产下能活的卵，从而切断了繁殖链。那场胜利不仅救了无数牲畜，也帮美国经济省下几十亿美元。但从2023年起，他们又从巴拿马开始一路北上，如今已在墨西哥南部7个州扎根，超过11万只动物被感染，甚至有720个病例出现在人身上，其中6人不幸死亡。这虫子名字学名 Hominivorax， 直译过来就是吃人。它的攻击方式也很直接，雌蝇能一次产下200-300颗卵，幼虫孵化后用嘴里的小钩子啃食血肉，7天左右就能长肥掉地，化身新一代成虫。如果不及时处理，开放性伤口、眼睛、鼻子甚至口腔都可能变成孵化场。想到这一幕就背后发凉。美国农业部已经出手了，暂停墨西哥边境的牛马活体进口，并且斥资在德州建立一个能每周生产3亿只绝育苍蝇的工厂，跟墨西哥、巴拿马的防线一起封堵这波威胁。科学家们会不断投放这些无害雄蝇来稀释种群，重演半个世纪前的消灭战。对普通人来说，风险不算高，毕竟美国医疗和营养条件好，能及时发现和治疗。但有开放性伤口的人、免疫力弱者、老年人、小孩就要多注意。旅行时最好保持伤口清洁，穿长袖长裤，戴帽子，并用有效的驱虫剂。寄生虫的故事总是带着点恐怖片的气息，可科学的办法确实能打败它们。只是这次他们卷土重来，人类要不要再打一场虫蛹界战争，就看未来几年科技和防控的手速了。在象牙口岸的泰伊国家公园，研究人员盯着黑猩猩们啃着那种梅子般的果子，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：他们每天的饮食里竟然自带酒精套餐。科学家测量了野生黑猩猩常吃的21种水果，平均酒精含量在 0.26% 左右。别小看这个数字，黑猩猩一天要吃掉相当于体重5%到10%的水果，也就是大概4-5公斤。换算下来，它们每天摄入的酒精量相当于人类的2杯标准酒。更有趣的是，它们从早到晚吃水果，但并不会东倒西歪。要真想喝醉，一只黑猩猩得把肚子撑得像气球才行。换句话说，它们处于一种长期低度微醺的状态，这和我们人类的祖先很可能是一致的。研究人员还提出了最后假说，我们对酒精的喜好可能是继承自这种饮食习惯。毕竟发酵后的果子不仅更香甜，气味还能帮动物快速落定高能量的食物。甚至有科学家猜测，分享酒精果子可能还是一种社交方式，像我们举杯碰酒一样。不只是黑猩猩，鸟类、猴子，甚至大象都被发现会吃带酒精的果实。原来饮酒文化并不是人类独创的，而是整个自然界的一种共同体验。想想看，你的祖先可能早就习惯了每天来点果味小酌，只是换成了今天的红酒、啤酒或者米酒。自然界的饮酒史比我们想象的更悠久。在西伯利亚冻原的荒野上，时不时就会冒出一个惊悚的现象：大地忽然像憋不住气的巨兽，猛地噗一声炸开，留下一个深达50米的大坑。科学家们把这种东西叫做巨型气体排放坑。它最早在2012年被发现，场面堪比科幻片。10多年来，大家对这些神秘坑洞争论不休，有人怀疑是陨石撞击，有人说是甲烷爆炸，但都解释不了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这种炸坑只在西伯利亚的亚马尔和盖丹半岛出现，而不是整个北极圈？
最新研究给出了一个更完整的解释。科学家们提出这些坑洞其实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。这里本来就有丰富的天然气，加上冻土层厚度有限，再遇上全球暖化让冻土变薄，底下气体和热量就像被压在锅盖下，锅盖也就是冻土层越来越软，压力越来越大，最后砰的一声炸开，大地瞬间被掀翻，土壤和冰块冲上天，就形成了这些吓人的大洞。研究团队还提醒，可能有很多这样的坑早就存在了，只是很快被水和泥土填满，看起来就像普通的湖泊，所以人们没认出来。换句话说，西伯利亚的爆炸湖可能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。这项新模型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科学家会用实地考察和计算机模拟来验证。如果结果成立，那这些大坑不仅仅是难得的自然奇观，还在提醒我们，气候变暖和地质能量的交互作用正在悄悄改变地球的面貌。你今天挥手时，可能没想到，手指背后有一段余味十足的历史。最新研究告诉我们，人类的手指可能是从鱼的泄殖腔基因程序回收再利用来的。时间拉回到3.8亿年前，我们的鱼祖先准备登陆，从鳃到肺，从鳍到脚，身体结构大改造。科学家们一直在争论，手指到底是鱼鳍的升级版，还是全新的发明。瑞士日内瓦大学牵头的一组国际科学家，用一种巧妙的思路解开了谜团。他们没有只盯着长手指的基因，而是去研究基因的遥控器、基因调控区。这些区域不直接造零件，却像指挥塔一样控制基因的开关。他们发现老鼠和鱼共享一大片调控区域，这片区域在老鼠里负责长手指。但当科学家用基因剪刀 CRISPR 把这段 DNA 从鱼体内删除的时候，鱼的鳍并没受什么影响，反而是泄殖腔的基因表达消失了。换句话说，这段 DNA 在鱼里原本是给多功能出口，也就是排泄、繁殖和消化的集合点服务的。有趣的是，不论是泄殖腔还是手指，都位于末端，一个是管道的出口，一个是四肢的终点。进化干脆走了条捷径，把末端的设计图挪用过来，造出了我们的手指。这背后主角是 HOX 基因，也叫 Hox 基因。他们负责决定身体的布局，像一张蓝图。如果他们稍微改改，就能带来翻天覆地的解剖学变化。科学家感叹，这正是进化的高明之处，不是重新造房，而是翻新旧房。所以下次你敲键盘或比剪刀手时，可以暗暗想一想，这是几亿年前鱼祖先屁股基因的华丽转身。进化并不总是推倒重来，它更像是一个节俭的工程师，能改造就不浪费。我是鱼哥，谢谢点赞、评论、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